他吃冰淇淋要加辣椒醬，一口下去冰火两重天。他说这才是冰淇淋的正确吃法。为啥会喜欢这种奇葩口感呢？回到家才发现，他家冰箱裡除了辣椒和辣椒醬，其他什麼都沒有。辣椒直接當零食吃。他說不僅不辣，甚至還有點甜。每次吃火雞麵還要再加入滿滿的新鮮辣椒，說吃辣椒能釋放壓力，吃得越辣效果越好。現在他要挑戰當地最辣的炸醬麵，還要求廚師給他做個最辣的。即使這樣，他還是不滿足，在麵上又加了辣椒段，吃得一臉愜意。廚師看得都懷疑人生了。大家又給他準備了3種當地最辣的食物。第一個是辣炒年糕，剛吃一口他卻笑了，沒有任何感覺。第二個是辣醬咖喱，這個稍微有那麼一點感覺。第三個是魔鬼辣雞腿，仔細品嘗下，還是一點反應沒有。他說從來沒吃到過讓自己感覺辣的東西。這話徹底激起了節目組的好勝心，直接放出大招，端上來一盒死神辣條。據說這玩意只能中午吃，是用世界上最辣的龍溪辣椒制作的，辣度是普通辣椒的220倍。為了不被打臉，小姐姐也重視了起來，提前準備好了一杯牛奶，拆開包裝，厚厚的一片，她也不含糊，直接一口吞了下去，仔細嚼了嚼。아직은 괜찮아요. 살짝 달았는데 나중 돼서 씹으로 넘어갈 때 쓴맛이 나요. 這下節目組算是徹底服了，大家不禁有個疑問：這樣吃辣屁股受得了嗎？經過檢查，醫生說她患有輕微的食管炎，必須要改變飲食習慣了。小姐姐倒也聽勸，說以後會盡量少吃辣椒，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。大叔隨身帶着2瓶風油精，沒事就趕緊往眼睛上塗，邊塗還邊笑。家裡到處都是風油精，產品說明上明確表示不能塗在眼睛周圍，但大叔卻根本不在意，專門往眼睛上抹。看電視的時候塗，開車的時候塗，半夜也要塗一次。最急的人是他老婆，怕他塗死了，而他卻說自己根本就離不開風油精，現在反而變本加厲，覺得塗眼睛不過癮了，直接用風油精洗臉，看樣子也不錯。洗完精神抖擻，旁邊的大叔看得一臉懵，真的不疼嗎？他決定試一試，結果剛塗完，大叔就直呼太酷辣。那他到底為啥要塗風油精呢？大叔說之前眼睛受傷了，看不清東西，偶然用了一次風油精，整個世界都清晰了。從那之後就離不開風油精了。醫生說在風油精的刺激下，淚液分泌旺盛，使得眼睛異常濕潤，這可能是幫他看清楚的原因，但風油精對眼睛有非常大的傷害。經過檢查，大叔的眼角膜損傷嚴重，風油精還加重了病情，導致了角膜白斑，必須立即停止使用風油精。隨後醫生給大叔拿了專門治療眼睛的藥，所以說有病就要對症下藥，要相信科學，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。這家人看電視必須要戴頭盔，還要穿着厚厚的防護服，進入臥室也要戴上帽子和手套，拿着工具防身。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家裡有個猛獸，透過門縫才看清，這不就是只貓嗎？這有啥好怕的？大叔說你可別小瞧它，接着展示了身上的傷口，說這些都是貓抓的，貓咪一直都很溫順，從3個月前開始性情大變，毫無徵兆地向主人發起攻擊，嚴重的時候臉上頭上都被咬過。為了保護自己，他們才戴着頭盔看電視。可沒過一會，躲在沙發下面的他發現了沒有穿防護服的攝像小哥，接着發動攻擊，死死咬住了大腿。實在沒辦法了，只好把他關在臥室裡。但現在有個問題，必須要進入臥室才能給他鏟屎，所以大媽不得不又拿出了頭盔，全副武裝起來。剛打開門，貓咪就虎視眈眈地看着，隨時準備對主人發起攻擊。好好的貓咪怎麼會變成這樣呢？和主人溝通下來才知道，它是生完孩子後才開始這樣的。當時懷了7胎，主人決定給它剖腹產，過程中有一隻小貓不幸夭折，可沒過幾天又死掉3隻。從那時起，它變得異常敏感，甚至開始攻擊自己的孩子。為了小貓的安全，主人把貓都送人了。醫生認為它在失去孩子後患上了產後抑鬱症，並且錯誤地認為這一切都是主人導致的，對主人產生了怨恨，才會出現這種反常舉動。最好的解決辦法是給他提供一個舒服的生活環境，放上一些他喜歡的玩具，播放舒緩的音樂，讓他感到放鬆，同時結合藥物治療。就這樣，經過了一段時間後，他又慢慢地接受了主人。他每天戴着頭盔睡覺，雖然不舒服，但不得不這樣做，因為他家貓是個流氓，每天晚上往他臉上撒尿，看到主人熟睡後，悄咪咪蹲在旁邊，直接往臉上呲。關鍵這貓有時候還上火，那味道簡直了，主人很是崩潰。為啥這隻貓會有2副面孔？白天明明很溫順，為啥到了晚上就往自己臉上撒尿呢？主人也嘗試過很多辦法，甚至還打過他，都無濟於事，實在沒招了。他決定戴着頭盔睡覺，因為實在不舒服。剛睡了一會就把頭盔摘掉了，這就讓小白逮到機會了，悄咪咪湊上來，深情地看着主人，確認主人睡着後，情不自禁的就往臉上呲。主人再次被叫醒，對小白一陣數落。醫生也被小白的迷惑行為給逗樂了。仔細觀察後，醫生認為這可能是小白的一種溝通表達方式，一直對主人撒尿，可能是因為主人一直沒能理解他的需求。那小白到底想給主人說什麼呢？
醫生觀察後說，因為主人家裡寵物眾多，小白的生活空間被壓縮得很小，而且它還是個社恐貓，所以經常會獨自蜷縮在角落，一直撒尿是在表達自己對周圍環境的不滿意，但並沒有引起主人的注意。但當它往主人臉上撒尿時，會立刻得到回应。他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讓主人理解自己。醫生的建議是給小白單獨做個新家，讓他有個相對自由放鬆的生活環境。看得出來小白對新家非常滿意。那現在他還會對主人撒尿嗎？當天晚上等主人睡着後，小白又悄咪咪來到主人身邊，但這次沒有撒尿，深情地看着主人，好像在說，主人你終於懂我了。他的眼睛會流水晶，只要稍微翻下眼皮，一顆水晶就冒了出來，再翻一下又掉下來一顆，仔細一看，裡面好像還有一顆。每當他哭的時候，水晶產生的更多，都不用擠，自己就能掉下來。水晶看着锋利無比，但他眼睛卻絲毫沒有受傷。這種不寻常的現象每天都在發生，一天大約會產8顆，大小形狀各異，但都非常鋒利。女孩說有天早上醒來，就感覺眼睛裡面好像有東西，揉了幾下就出來好幾顆水晶一樣的東西。父母趕緊送她去了醫院，醫生也從未見過這種情況，檢查一番也沒有發現任何異常。後來還被電視採訪過，很多人慕名而來，希望可以買一顆，他們覺得這東西可以治病。女孩的父母剛開始很擔心，經過一段時間，發現女兒並沒有什麼不良反應，而且還能賺錢，何樂而不為呢？無獨有偶，下面這個女孩眼睛裡也會流水晶，這種現象是2個月前開始的。剛開始以為是眼睛裡進了玻璃碎片，但這東西越流越多，幾天就收集了1小盒，多的時候甚至一天就能產出50顆，這才意識到事情並不簡单。去過很多醫院，醫生都沒能找到原因，只能說大千世界無奇不有。男孩的身體是個吸鐵石，把鐵勺往身上輕輕一放，瞬間就吸了上去，可以同時吸5個叉子，硬幣也不在話下。這些東西就像粘在了他身上一樣，非常牢固。他不僅能吸鐵，手機也可以完美吸附，甚至连陶瓷盘子都可以。而且當他生气的時候，吸力会变得更強，能吸住更多東西。這個特异功能是他在吃飯時偶然發現的。媽媽看到大為震驚，帶他去醫院檢查，卻沒有發現任何異常。和他一樣身體有磁力的，還有下面這個男孩，他的超能力是奶奶發现的，往他身上丟硬幣，硬幣不僅不會掉，反而牢牢地吸附在身上，不僅能吸勺子、硬幣、手機，什麼平底鍋、電熨斗、手風琴都可以輕輕鬆鬆吸到身上，最多能吸50斤的鐵盤。奶奶說他的磁力還可以治病，有次就治好了鄰居的頭痛，鄰居對他的絕技稱讚不已，但他每次施展魔力後都會感覺很累，要休息幾天才能恢復能力。如今已經長大的他，不僅變得更胖，磁力還變得更強，甚至還上了電視，給觀眾表演了胸口吸鐵鍋，觀眾都驚嘆不已。不過也有人質疑，說因為他肚子大，身體有弧度，東西其實是被他撐住的，到底是磁力吸引還是被撐住的，最終也沒有個確定的結論。印度大叔花18萬和母牛結婚，說2人是真心相愛，他認為自己和牛是同類，能聽懂牛在表達什麼。更誇張的是，為了迎娶母牛，他舉辦一場盛大的婚禮，還為妻子準備了華麗的嫁衣。這場婚禮足足花了18萬，很多人慕名而來，目睹了這奇葩的婚禮，現場熱鬧非凡。很多人都說他瘋了，但他卻很開心，終於把心心念念的妻子娶進了家門，還說希望能要個孩子。然而當初做出這個決定，父母是堅決反對的，人和牛怎麼可能在一起呢？大叔卻說出了自己的理由。原來大叔空閒的時候，就特別喜歡找自己家的母牛說話，每次聊完天都感覺很放鬆，跟自家的母牛待在一塊，就是他最為快樂的時光，感覺找到了自己的靈魂伴侶。最終不顧所有人的勸阻，和母牛結了婚。婚後的日子裡，他白天去上班，晚上回來陪母牛，和母牛同吃同睡，一起洗澡看電視。除此之外，他還和牛尿說能治病，每到結婚紀念日，還會給妻子準備禮物，一把新鮮的草，又或者幾根新鮮的玉米，都能夠表達愛意。自從和牛生活在一起後，還戒掉了自己賭博的壞習慣，生活過得越來越幸福。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。村裡小賣部一天就能賣掉100卷膠帶，店主說都是被一個老太婆買走的，也不知道是買來幹啥的。他就住在海邊那座孤零零的房子裡，他到底拿膠布在做什麼呢？攝像小哥壯着膽子上前查看，就看到房子外面有個神秘圖騰，大門竟然還是開着的，裡面一片漆黑，突然燈就亮了。映入眼簾的就是用膠帶鋪成的地板，2種顏色的膠帶交叉覆蓋，形成了特殊的花紋。抬頭一看，牆壁上也全部貼了綠色膠带。不僅如此，臥室也完全用膠帶覆蓋。這時一位大媽出現了，大媽說這沒什麼大驚小怪的，自己就喜歡這樣的裝修風格，用了4年才全部完成。那外面的圖騰代表着什麼呢？大媽說圖騰沒什麼特殊含義，是這個房子的裝修圖，自己就是按照圖騰來進行装修的。但每隔一段時間，膠帶失去光澤後，大媽就會重新再貼上一遍。櫥櫃裡存放着大量膠帶，還說1周就要用掉300卷。之所以這麼做，是因為40年前她身體出了問題，只能在家休養，為了讓自己活動起来，才決定用膠帶來裝飾房子，順便鍛鍊身體。沒想到現在身體越來越健康，貼膠帶的習慣也就這麼堅持下來了。一群大媽跟着一只公狗在做禱告，眼神滿是崇拜。
只因這狗不一般，很早就看破紅塵，出家當了和尚，每天跟方丈一起誦經念佛，居然還學會了打坐，露出虔誠的眼神，身體半蹲，雙手合十，一坐就是1上午，直到念經結束才會把手放下。众人都很好奇，好好的狗狗為啥會選擇出家當和尚呢？他能聽懂佛經嗎？一旁的方丈卻笑而不語。不僅如此，他現在連狗糧都戒了，只吃素，大白菜是他的最愛，還上過報紙，被各大媒體爭相報道，甚至有人為他寫了一本書，收穫粉絲無數，經常收到來自全世界各地的來信，還有粉絲親自來寺廟看他。狗狗非常有禮貌，見人就作揖，連粉絲也不禁想問他到底為啥要當和尚。方丈表示，這狗之前是個花花公子，到處沾花惹草，偶然間來到寺廟，正好看到方丈在念經，一下子就被吸引了，聽得如痴如醉，自此看破紅塵，遁入空門。剛開始方丈以為他只是在模仿自己，但隨後幾天，只要方丈誦經，他就會出現在一旁靜靜的聽。有次還看到他獨自在佛前打坐，一坐就是半天。方丈看到了他的慧根，於是收留了他，並給他取了法號悟淨。就這樣，他已經在寺廟待了3年，一旦有空就跑到佛前打坐。不得不說，還真是只虔誠的狗狗。每天都要有钱的可以喝冰红茶，那没钱的吃什麼呢？來看看下面這一位，他每天都來這家店白吃白喝，每次都吃同樣的食物，吃完就走，從來不付錢。然而店主卻根本不在意，想吃多少吃多少，還會給他打包一些帶走。第二天他再次出現，工作人員嘗試和他交流，他突然表現得很慌張，東西都不吃了，拿起麻袋就走。工作人員決定跟着他一探究竟，他丟下一句奇怪的話，背着麻袋走進了大山。工作人員趕緊跟了上去，問他麻袋裡裝的什麼，他還是一言不發，很快消失在了樹林中。那我們還是來問問店主是什麼情況吧。店主說，5年前他開始來店裡吃飯，只點了3塊錢的炒年糕，看得出來他很窮。店主告訴他，如果餓了可以隨時來吃。沒想到第二天他真的來了。店主說自己也曾經經歷過低谷，身上1分錢沒有，覺得要幫助這些無家可歸的人。從那之後就一直給他提供免費食物，已經持續了6年，每年提供的食物也是個不小的開支。附近店鋪老闆都不能理解他的做法。1年後，節目組想要做個回訪，發現店主搬家了，但還是會給流浪人員提供免費食物。家人都很支持他的做法。我覺得天使大概也就是這樣的吧。在社會福利社的幫助下，之前的流浪漢也住進了精神病院，一切都在慢慢變好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這只馬得了一種怪病，只要有人想騎它，它瞬間就會暈倒，因此從來沒被人騎過。就算主人想騎它，它也會立馬躺下裝死，而且演得很像，舌頭都吐了出來。入戲太深的時候還會翻白眼。主人假裝走開，它先時不時環顧四周，偷看幾眼，確定主人走遠後，瞬間滿血復活。主人見狀直接衝了過來，啊，不行了不行了，我又死了。如果堅持要騎它的話，它還會撒嬌打滾，接着繼續裝死，四腳朝天，造型還挺別致，那眼神就好像在說，哼，騎我是不可能騎我的，這輩子都不可能。旁邊的馬都看呆了，兄弟你在哪學的表演啊？能不能教教我啊？他的日常就是各種裝死，無論誰想騎他，只要靠近就倒下，甚至只要一抓韁繩他就倒。他裝死前還會仔細看一下周圍狀況，如果地上有石頭，他還會後退幾步再倒下。主人拿來他最愛吃的胡蘿蔔，想要測試下他到底能裝到什麼程度，把胡蘿蔔塞到他嘴裡，但他知道這個時候必須要忍住，演戲嘛就要演全套，即使口水流了一地也不能咬一口。主人被他的演技折服，走開了。我去，實在忍不住了，這也太好吃了。這演技不去演戲可惜，表演得非常有層次，可以說天生就是做演員的料。然而有一技之長的還有下面這只小豬。這只小豬會畫畫，只見它叼着畫筆對着畫板一頓筆畫，邊畫還邊扭，簡單幾筆一幅抽象畫就完成了。主人在畫上加個眼睛，立馬就變成了一只狗，另一幅畫再加2個眼睛，又變成了貓頭鷹。色彩運用非常大膽，不是大紅就是大紫，畫風放蕩不羈，所有作品都極為抽象。下面這幅就更抽象了，看了半天也看不出來是啥，畢竟是藝術嘛，看不懂的就是
是好的，專家都不敢相信豬竟然會畫畫。佩奇當着專家的面又創造了一幅畫，加個眼睛瞬間變成了鯨魚，不能說是很像，只能說是一模一樣。專家說不管是用色還是構圖都屬於上乘之作，忍不住大讚佩奇有天賦。但藝術創作是非常累的，每當他完成一幅作品，主人都會獎勵他幾塊紅燒肉。作為一隻藝術豬，待遇就是高，主人會天天給他洗澡，還要給他按摩，看着還真有點藝術家的氣息。主人說自從發現他有繪畫天賦後，就給他準備了專門的畫板和畫筆，只要把畫筆擺在他面前，他立即就能開始創作。至今已經畫了5年時間，繪畫作品也達到了上百幅，吸引粉絲無數。主人還給佩奇辦了畫展，很多人慕名而來，都想要收藏一幅畫當藝術品，據說一幅畫就能賣到好幾萬。然而下面這只狗狗也有一項非常實用的技能，這只狗狗是個家教，會輔導主人寫作業。每次主人放學回家，它就會一動不動地站在桌子上監督，神情嚴肅的像個監考老師。狗狗尤其對數學比較在行，主人寫錯的話它還會叫。姐姐說有它陪伴，自己寫作業也不無聊，也不會想着玩手機，因為只要玩手機它就會叫。在它的監督下，自己進步很快。小白不僅會監督作業，還會監督姐姐彈鋼琴，同樣一動不動，聽得如痴如醉。做完功課呢，小白還會陪主人玩耍，勞逸結合。小白雖然只有3歲，但為這個家操碎了心。主人說對於小白會監督寫作業完全是意外發現。有一次自己着急出門，就告訴小白要看着姐姐寫作業，沒想到他真的聽懂了。從此只要女兒寫作業，他就會守在旁邊監督。主人養了3隻狗，只有小白會監督女兒寫作業，讓他坐下他也不會坐，有時看着看着就困了，即使這樣他還是一動不動。主人還說小白非常聰明，還沒滿月就學會了和人握手、去馬桶上廁所、隨手關門等很多技能。最讓主人驕傲的還是他的拒食能力，東西吃到一半，主人讓停就會停下來。你想要擁有這麼一隻狗狗嗎？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這隻狗狗看破紅塵，竟然出家當了和尚，每天跟方丈一起誦經念佛，居然還學會了打坐，露出虔誠的眼神，身體半蹲，雙手合十，不停的禱告，一坐呢就是一上午，直到念經結束，他才會把手放下來。眾人都很好奇，好好的狗狗為啥會選擇出家當和尚？他能聽懂佛經嗎？一旁的方丈卻笑而不語。不僅如此，他現在連狗糧都戒了，只吃素，大白菜是他的最愛，還上過報紙，被各大媒體爭相報道，甚至有人為他寫了一本書，收穫粉絲無數，經常收到來自全世界各地的來信，信件堆滿了整個箱子，還有粉絲親自來寺廟看他。狗狗非常有禮貌，見人就作揖，連粉絲也不禁想問他到底為啥要當和尚。原來啊，狗狗之前是個花花公子，到處沾花惹草，偶然間來到寺廟，正好看到方丈在念經，一下子就被吸引了，聽得如痴如醉，自此看破紅塵，遁入空門。剛開始方丈以為他只是在模仿自己，但隨後幾天只要方丈誦經，他就會出現在一旁靜靜的聽，有時還看到他獨自在佛前打坐，一坐就是半天。方丈看到了他的慧根，於是收留了他，並給他取了法號悟淨。就這樣，他已經在寺廟待了3年，一旦有空就跑到佛前打坐，還真是只虔誠的狗狗。然而下面這個寺廟裡也發生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，這個韓國和尚結婚了，老婆竟然是一只鴕鳥，他們不分場合的秀恩愛，鴕鳥會跟他一起念經，他還會給鴕鳥按摩，看起來非常甜蜜。外人看到這個情況都罵他花和尚，身為佛門弟子卻6根不淨，但他並不在意，還說他們上輩子就是夫妻。鴕鳥每天像狗一樣跟在和尚後面，到了和尚打坐的時間，鴕鳥就坐在門口一直看着他，眼神裡充滿愛意。而且鴕鳥只接受和尚的餵食，別人餵他吃，他會禮貌性的接過來，然後假裝不經意的吐掉。和尚撿起吐掉的樹葉再次餵他，鴕鳥直接一口吞了下去，吃得一臉滿足。很多人好奇他們是怎麼相愛的，和尚呢卻閉口不談，接着就去給鴕鳥洗澡。鴕鳥開心的搖着尾巴，腦袋來回搖晃。洗完澡呢還要給他吹乾，和尚仔細的幫他打理毛髮，偶爾還會加一點護髮素。這天和尚有急事，沒帶鴕鳥就出門了。鴕鳥發現後，生氣的張開翅膀到處尋找，時刻張望着門口，期盼和尚能早點回來。等和尚回來後，鴕鳥忍不住對他發脾氣，張大嘴巴不停地叫着。不過呢，和尚很會哄老婆，一邊拍打一邊安慰，他們很快就和好如初，緊緊地抱在了一起。原來啊，鴕鳥是他在野外發現的，當時奄奄一息，於是把他帶回寺廟悉心照顧。鴕鳥的傷勢漸漸轉好，準備將他放回山林，沒想到鴕鳥不肯離開，他們就這樣相伴了15年。和尚說鴕鳥愛上自己，可能是看中了自己的髮量，你覺得呢？白鶴殺死了自己的丈夫，卻瘋狂愛上飼養員，並成功生下了8個孩子。連飼養員都沒想過自己會和一只鶴成為夫妻。這只白鶴是被人類撫養長大的，它以為自己是人類，對同類根本沒興趣。如果公鶴靠近它，它還會發出聲音驅趕。白枕鶴屬於瀕危保護動物，為了讓它繁衍後代，動物園給它找了個丈夫，強行關在了一起。果然，包辦婚姻不可取，丈夫被它活活咬死。動物園不甘心，又給它找了第2個丈夫，結果呢，還是沒能逃過一劫。從此，白鶴成了動物園有名的黑寡婦。動物園實在沒辦法了。
法了，給他找到了現在的飼養員。剛開始白鶴不讓飼養員靠近，表現得非常有敵意，飼養員只能在幾米開外給他投食。經過每天朝夕相處，慢慢的他開始接受了飼養員，飼養員可以來到他身邊，一邊撫摸一邊餵食。但飼養員卻注意到白鶴似乎對他格外感興趣，當他倆獨處的時候，白鶴會展開翅膀對他跳舞。剛開始飼養員以為是白鶴看到自己高興，但他很快在其他白鶴夫妻中看到了同樣的跳舞行為。飼養員終於明白，這是白鶴對自己的求偶表演。白鶴把他當成了伴侶，但人怎麼能跟鶴在一起呢？飼養員也沒有多想，為了不讓白鶴失望，當他再次進行求愛表演時，飼養員會跟着一起跳，白鶴扇動翅膀，他就揮動雙臂回應，有時還會跟白鶴一起尖叫。為了表現得稱職一些，飼養員會幫他築巢，因為這是白鶴夫妻會一起做的事。白鶴對飼養員愛得深沉，就連女記者和飼養員說話，他都會吃醋，在一旁不停地示威，為了讓他繁衍後代。等白鶴在這對他進行求愛表演時，飼養員偷偷找來雄性白鶴，對他進行了人工受精，最終成功生下了宝宝。對於孵蛋的任務，白枕鶴必須夫妻一起孵，這對飼養員來說有點難度，但飼養員也不敢讓白鶴單獨孵蛋，因為白鶴一直認為自己是人類，如果孩子出生發現並不是人類，怕白鶴會崩潰。於是在白鶴生下蛋後，飼養員偷偷把蛋送到了其他白鶴夫妻窩裡，讓他們代為撫養。為了不讓白鶴傷心，他還制作了不少逼真的假蛋，讓白鶴坐在上面孵。他們於2004年相識，當時白鶴23歲，飼養員28歲，至今已經相伴了18年。白鶴一共生下了8個孩子。白鶴是一夫一妻制的動物，壽命能達到60歲。飼養員表示會一直陪白鶴走下去，這樣的承諾也算是一生一世了。大媽為了保命，每天往牆上塗抹蜜蜂膠，家裡還裝滿了監控，時刻盯着，而且有床不睡，偏偏住在了廁所裡，吃喝拉撒全在裡面。掀開墊子，下面全是尿，他卻說味道清新自然。廁所門時刻緊閉着，好像在躲避着什麼。他說只要離開廁所，就會頭暈目眩，全身痠痛，不得不離開的話，就要全程戴口罩，還要不停噴着空氣清新劑。問他為什麼這樣做，他說家裡會洩漏毒氣，都是從這些牆壁縫隙裡散發出來的，聞到就會眩暈。因為之前和鄰居吵過架，大媽認為是鄰居故意往他家洩漏毒氣，以此來報復他。他甚至在家裡各個角落都安裝了監控，為了防止毒氣擴散，他封死了家中的各種縫隙，整個房子幾乎都覆蓋了厚厚的密封膠。由於廁所的氣味最小，於是成了他的庇護所。雖然大媽說的好像真有這麼一回事，可奇怪的是，大家並沒有聞到什麼異味，於是決定偷偷拜訪下鄰居，並沒有發現什麼特別之處。然而大媽並不相信記者說的，表示毒氣帶來的疼痛是真實存在的，自己經常被熏得睡不着。為了緩解她的焦慮，大家請來專家對房子裡裡外外檢測一番。然而檢測後並沒有發現任何有害氣體，大家希望她從廁所搬出來，大媽卻突然暴躁起来，把大家都趕走了，說她不相信仪器，自己的鼻子是最靈的。隔天她反常的出門去了醫院，見到了一個躺在病床上的男人，一見面男人就哭了，原來這是她丈夫，10年前得了中風，就一直住在醫院裡。大叔知道大媽一直睡在廁所裡，也知道大媽精神出了問題，一想到這些就止不住的哭。他只想大媽能安穩的睡覺。心理醫生表示，丈夫住院後，她不得不獨自生活，產生了嚴重的焦慮和孤獨感，可能慢慢就產生了幻覺。醫生建議給大媽多一點陪伴，慢慢就會好起來的。節目組也不含糊，決定幫人幫到底，給大媽更多關愛，陪大媽聊天，還一起在廁所吃飯。幾天過去了，大媽突然從廁所出來，開始做飯，給大家做了一桌好吃的，說現在已經聞不到什麼毒氣了。看起來大媽終於走出來了。這佛像每天在流血，從額頭到後背都不斷往外滲，這血越滲越多，看着嚇人。他們把佛像放在太陽下，用攝像機对着，這血就在眾目睽睽之下滲了出來。佛像裡面看來有東西啊，用榔頭一敲，裡面發出的聲音更讓大家確信，佛像裡面絕對裝滿了東西。佛像是別人送他的，剛開始就額頭上有一點點液體，大媽也沒多想，順手就給他洗掉了。但他萬萬沒想到，接下來佛像全身都開始滲血，才明白過來這佛像不對勁。大媽這下徹底慌了神，因為聽說佛像流血淚必有大災。在記者的幫助下，找到了木雕師傅，師傅捧着佛像左看右看，也懵了，說從來沒見過會流血的雕像，感覺這更像是一種詛咒。這下大媽更慌了，最後實在沒辦法了，大家找到專家對佛像進行取樣檢測，結果顯示佛像表面有很多細小的孔洞，滲出的粘稠液體其實是樹枝，也就是說這佛像就是用一整塊松树樹枝做成的，而且裡面也没有干透，所以才会一直滲出紅色的樹枝。听到這裡，大媽終於鬆了一口氣。她每隔半小時就要換一雙襪子，包裡每天都裝着10多雙襪子，外加一條毛巾。同事都覺得她有病，而她確實患有非常嚴重的多汗症。有多嚴重呢？大家做了個測驗，不到3分鐘，汗水就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冒了出來，甚至直接滴了下來，雙手每時每刻都像剛洗完一樣。這還不算什麼，更讓她尷尬的是腋下的汗珠多到能直接流出來。看恐怖片的時候，雙手簡直成了水龍頭，被子一濕一大片。腳上的情況也同樣嚴重，這給她的生活帶來了極大困擾。
每天出門包裡必須要裝10多雙襪子，方便隨時換一雙。因為手滑，臨時包装根本撕不開。想玩一會遊戲，結果觸屏就沒反應了。下班回家呢，指紋鎖卻識別不出來，用過的鍵盤鋪上紙巾，瞬間就浸濕了，鼠標也像剛洗完一樣。寫工作報告，汗水都會順着筆尖滴下來。小姐姐表示，這些她都能接受，最讓她難過的是別人的嘲笑。從小就被人叫做小師妹，她的夢想是當一名廚師，做日料、手握壽司之類的。因為多汗症，她不得不放棄了夢想。說着说着就哽咽了。小姐姐也去過很多家医院，都沒有找到多汗症的確切原因。最後小姐姐也想開了，既然無法改變現狀，那就接受它，接納不完美的自己。最近還做起了直播，大方展示了自己的多汗症。我覺得小姐姐很值得我們學習，保持樂觀的心態最重要。38度的天氣，她卻穿着2件羽絨服，揚言要挑戰2天減肥40斤，還說減肥是世界上最簡單的事。說着就打開了取暖器，在密閉的房間內開始瘋狂跳繩。現在體重192斤，目標是減到152斤。沒一會她就滿頭大汗了，但她並沒有停止，跳了整整3小時，脫掉上衣輕輕一擰，汗水差點落地成河。她信誓旦旦地表示已經減掉10斤了，我聽你在放狗屁。來，直接上秤，184斤，3個小時內竟然減掉了8斤，可惡，被他裝到了。他沒有休息，連口水都沒喝，接着來到健身房，穿着羽絨服跑步。周圍人聽說他要挑戰2天減肥40斤後，都感覺這人多少有點不夠頭。就這樣運動加节食24小時後，再次上秤，現在的體重減到了177斤，24小時內一共減掉了15斤。照現在的速度來看，2天減40斤感覺真的能實現了。挑戰還在繼續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穿上羽絨服就去跑步了，還都是跑的上山路。回家後媽媽喊他吃飯，他卻在冰箱拿了2個冰塊含在嘴裡，繼續瘋狂跳繩。現在已經過去了32個小時，就要進入最後的衝刺了。結果節目組卻發現他在街邊的便利店偷偷吃烤腸，還喝了1罐可樂，看來堅持不下去了吧。他卻說無所屌味哦，不吃飽哪有力氣減肥。不過還好，回家後他繼續運動到深夜。第3天一早，挑戰時間到，他已經準備好上秤了。現在體重是166斤，也就是2天內減掉了26斤。雖然有一點打臉，但也很誇張了。他認為烤腸和可樂影響了自己，說自己最高紀錄1天減掉過30斤。記者忍不住問他，為什麼要用這種近乎自殘的方式減肥呢？他說自己曾經是一名拳擊手，拳擊比賽是分重量級的，為此進行過無數次的節食減重，知道如何快速減重和增重，還告誡大家千萬不要模仿，一般人是學不來的。可惡，又被他裝到了。大媽每天撿錢100塊，卻差點丟了老命。錢都是從這棵柿子樹下撿的，硬幣每天早上都會準時出現，1個月撿了1大杯。對於這種現象，當地老人說柿子樹果實累累，象徵着家族興旺，可能是有人對着樹許願丟下的硬幣。可奇怪的是，附近其他柿子樹下卻找不到任何硬幣，只有他家店門口的樹會這樣，這就有點詭異了。大媽很焦慮，說這明顯和自己有關，難道是有人在對自己下蠱嗎？大家決定偷偷安裝監控，找到這個丟硬幣的人。經過漫長等待，終於發現了一位可疑人員。大家親眼看見他經過柿子樹的時候丟下了一個什麼東西，記者趕緊追了上去，卻結果發現他只是丟了一個樹葉而已，是個誤會。說來也奇怪，自從安裝了監控，就再也沒發現什麼可疑人員，但每天早上樹下的硬幣還是準時出現，從不缺席。這下他更慌了，只能沒日沒夜地守着監控。終於在第3天，他看到一個神秘的身影在向樹下丟東西，而這個身影竟是每天都會和他見面的人。店主大媽嚇得不敢說話，為了驗證自己的猜測，他在一枚硬幣上貼了一張白紙，偷偷放進了收銀機。沒一會，店裡來了一個收廢品的大媽，買了一杯咖啡，店主把帶記號的硬幣找給了他。第2天早上，這張帶記號的硬幣果然出現在了那棵柿子樹下。店主確認一直丟硬幣的就是這位收廢品的大媽。隨後節目組找到廢品大媽，大媽也承認是自己丟的。至於為什麼一直這樣做，大媽說店主每天都會把廢紙箱給自己，而且還不要錢。為了表達感謝，每次會從賣紙箱的錢裡拿出50偷偷丟在樹下。知道真相的店主終於鬆了一口氣，真是一個溫暖感人的靈異事件啊。大媽每天都在臉上拔罐，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拔罐，拔罐的数量還越來越多，從1個罐到現在的6個，臉上都快塞不下了。工作的時候拔，逛街的時候也拔，臉上都紅腫淤青了，卻依舊繼續拔罐。最急的是她老公，怕她拔死了，也試圖阻止她，但她根本不聽，還說老公根本不懂自己。現在反而變得越來越離譜，覺得白天拔罐根本不夠，甚至連睡覺也開始拔。一夜過後，臉上紅腫得很嚴重，她卻說真舒服，說着還要給記者試一試，直接拔了2罐。片刻後，記者就被拔成了豬頭。大媽說，你看你濕氣太重，都露原形了，以後要多拔罐才行。記者摸着自己的豬頭，而不是摸着自己腫脹的臉，沒敢說話。現在大媽每天逛菜市場都頂着6個罐罐，眾人議論紛紛，但她毫不在意。路過的大媽終於忍不住了，問她為什麼要傷害自己。大媽終於說出了原因，原來她之前做生意意外破產，別人都說因為她面相不好導致的。有次看到別人在腿上拔罐，她突發奇想開始在臉上拔罐，慢慢的發現皮膚竟然變好了，甚至還有瘦臉的效果。
從那以後就開始在臉上拔罐。拔罐對皮膚真的有好處嗎？大家帶他來醫院，一番檢查後，醫生表示他皮膚彈性很差，拔罐不能說對皮膚非常有好處，只能說完全沒有，甚至還有反效果。不過大媽卻堅持認為自己的皮膚比過去好多了，完全不把醫生當回事，還當着醫生的面拔上了火罐。醫生看得很迷惑，最後表示隨他去吧，但不建議他每天超過30分鐘，否則會給皮膚造成很大負擔。大媽感覺醫生說的應該有點道理，最後表示自己會盡量降低拔罐時長，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。這座老房子會不停地分泌黄色液體，流得滿地都是。大媽們看到卻異常興奮，像瘋了一樣蹲在地上，用年糕蘸着液體，吃得一臉享受，甚至有人趴在地上舔食，他們還會把液體收集起來，說這液體能包治百病。听到此話，一旁的大叔也忍不住了，喝了一口後卻一臉嫌棄，神秘液體越流越多，甚至連屋外也開始流。現在主要的流淌線路是3條，屋內2條，屋外1條，液體已經對這座老房子形成了包圍之勢。讓大媽如此瘋狂的液體到底是什麼？節目組找來專家，用熱像儀一測，屋頂的溫度竟然高達43度，這就很反常了。接着來到屋頂一探究竟，可以看到密密麻麻液體流淌的痕跡，有些液體都凝固了，屋頂的木板都被浸透了，顏色也變得深沉，不知道液體是否具有腐蝕性。觀察了半天，發現所有液體都是從一個縫隙裡流出來的。專家壯着膽子把手伸到裡面去摳，卻摳到了一坨濕噠噠黏糊糊的東西，嚇得他趕緊爬了下來。下來仔細一看，這不就是蜂巢嗎？裡面都是滿滿的蜂蜜。看到這一情況，在場的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。大媽表示，我說怎麼吃起來有點甜呢？但為什麼滿是蜂巢的屋子裡卻沒看見蜜蜂呢？專家表示，可能是由於最近大媽們在屋裡上課，環境非常嘈雜，久而久之蜂群不能安穩工作，最後不得已棄巢了。大媽們聽到這個消息都很傷感，這麼好吃的蜂蜜以後吃不到了可咋辦？大媽只是在家種了一個盆栽，卻引得植物專家紛紛上門參觀。只因這盆栽實在不一般，一夜就能長高20厘米，10多天就長到了3米。大家架起攝像機對着植物頂端，一夜過去了，植物肉眼可見的瘋狂生長。據大媽介紹，這盆栽大有來頭。前段時間她做了個手術，出院後就遇到了一個怪和尚，什麼都沒說，就把這植物送給了她。說來也是奇怪，自從這植物來到家裡，大媽身體也在一天天好轉。大媽覺得這一切都是盆栽帶來的，認為她肯定是被高僧加持過。從那時起，大媽每天精心照料，澆水都用山泉水。剛開始她只是冒了一個小尖尖，沒想到10多天竟然瘋長到了3米。她現在就想知道這東西到底是啥。專家看到這景象也覺得不可思議，因為當地環境不利於它生長，長成這麼高非常罕見。說這是一種墨西哥植物，名叫龍舌蘭，這根長長的就是它的花茎，最終可能會在頂端開花。據說每30年才會開一次，而且環境要非常適合。但韓國的冬天太冷了，可能無法等到開花的那一刻。最後專家還說了一個殘酷真相，龍舌蘭一生只開一次，那就是一旦開花，也就意味着它的生命到頭了。大媽顯得很傷感。專家說可以採集到種子進行播種繁殖。大媽又恢復了笑容。1個月後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龍舌蘭真就開花了，豔麗的黃色花朵看起來好像一把火炬，上面還泛着光，蜜蜂都被吸引來了，最終高度也達到了3.6米。全村男女老少齊聚一堂，都想來沾沾好運。據說龍舌蘭開花就能實現願望，眾人紛紛點讚許願。一群專家對着一坨大便又摸又聞，還用吸管收集起來，只因這坨糞便不一般，是這面牆拉出來的。每天早上這面牆就會出現滿牆糞便，有長有短，有粗有細。然而這條街上只有他家牆上會出現這種現象。你要說有小動物在地上拉屎可以理解，但什麼動物會在牆上拉屎呢？大叔認為應該是有人故意這樣做的，但仔細想想，自己並沒有得罪過任何人啊。他甚至偷偷安裝了監控，始終沒有拍到任何可疑人員，但糞便每天還是準時出現。你就說怪不怪吧？這到底是誰的大便呢？大家請來專家，決定從大便入手。專家對其取樣化驗，只要提取到其中的 DNA， 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節目組也沒閒着，又偷偷安裝了幾台攝像機，全方位無死角的監控整條街道，一直到早上都沒拍到什麼可疑人员，但糞便還是準時出現了。大家仔細查看監控錄像，發現大便是突然從天而降的，沒有任何徵兆，確實是奇怪啊。與此同時，糞便的分析結果也出來了，專家說這就是人類糞便，而且還是個女人的。聽到這消息，大叔更是百思不得其解，到底是誰做的呢？既然是人為的，那一定能拍到他。節目組把整個街道都裝滿了攝像機，發誓一定要找出這個始作俑者。終於在第5天拍到了大便的飛行軌跡，還拍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。監控顯示，大便就是对過鄰居丟過來的。看到這個結果，大叔懵了。鄰居名聲挺好的，實在想不明白他們為啥會這麼做。白天節目組拜訪了鄰居，老人說自己妻子有老年痴呆症，不知道妻子的這種迷惑行為，表示很不好意思，說可以幫忙打掃，以後會看住妻子，不會再讓她亂丟便便。知道真相後，大叔也表示理解，知道怎麼回事就行了，起碼不用整天提心吊膽了，大不了就勤快點刷牆唄。大爺没病，卻在家裡常備一箱枸杞膏藥，每天睡覺前妻子就會幫他貼膏藥，手上、額頭各來一個，耳朵、下巴也不能少。
除了眼睛，全身都貼滿了狗皮膏藥，像個木乃伊一樣。現在就可以安心睡覺了。但妻子卻說他根本就沒病，甚至比同齡人還要健康，啃骨頭比狗啃的都乾淨，下地幹活也沒有任何問題。由於身上貼滿了膏藥，太陽一曬就會變得很燙，所以不能長時間在地裡幹活。街坊鄰居都不能理解大爺的迷惑行為，而且長期貼膏藥還對皮膚造成了嚴重傷害，有些部位都出現了潰爛。檢查後發現情況更嚴重，大爺患上了接觸性皮炎，必須要停止使用膏藥。那他為啥10多年來每天堅持貼膏藥呢？經過心理諮詢才知道，原來10年前大爺不小心掉進了坑裡，過了3天3夜才被救上來。從那以後就開始做噩夢，每天都感覺有東西在身上爬。偶然貼了一次狗皮膏藥後，竟然連續2天都沒有做噩夢。從那之後就離不開膏藥了。醫生給的建議是定期來醫院做輔導，慢慢改變想法，做噩夢的情況就會得到改善。奶奶只是吃了一勺東西，孫子卻面目猙獰地看着他，因為奶奶吃的東西實在奇葩。隨後拿出自己的假牙，在上面又擠了2道這東西，接着戴了起來，看着屬實惡心。一問才知道，這東西竟然是眼藥膏，而且奶奶已經吃了4年，她一定是對眼藥膏有什麼誤解吧？眼藥膏在她手上，除了不用在眼睛上，哪裡都能用，根本不需要唇膏和護手霜。奶奶說，尤其這腳氣一絕，今天塗明天好，實在是居家必備良藥。節目組問她吃起來是啥感覺，奶奶一臉沉醉，說入口綿柔回味甘甜。吃飯時奶奶又把眼藥膏擠在假牙上，說這樣就可以啃得動骨頭，還能幫助消化。原來奶奶一直有腸胃方面的問題，也吃過一些藥，但有嚴重的副作用。後來不知道怎麼想的，吃了一次眼藥膏，結果胃裡一下就舒服了，就這樣一直吃了下來。家人都很擔心奶奶的身體健康，勸她不要再吃，但奶奶根本不聽，最後被家人帶到了醫院。檢查下來，醫生明確表示眼藥膏不是萬能的，不僅沒能幫助她，還引發了食道炎，必須停止這種行為，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。大媽端着剛熬好的牛骨湯進了廁所，直接用骨湯洗臉。她說必須要用熬了12小時的牛骨湯，這樣對皮膚才好。更誇張的還在後面，洗完臉後，她竟把生牛肉當面膜，整張臉貼滿了新鮮牛肉，血水還不停往下滴，用完也不浪費，直接吃掉。最急的人是她妹妹，認為姐姐38歲的年紀看起來像18歲，容易引來非議，而且由於常年吃生肉，去醫院檢查發現身體還發生了一個奇怪的變化，但她並不在意，反而還讓記者也試一試，拿出新鮮牛肉就往記者臉上塗，邊塗邊問記者敢不敢動，完事還讓記者嘗一口。記者含着生肉，遲遲不敢往下咽，因為每天吃新鮮牛肉開銷太大，他沒事就要去餐廳打工，這樣還可以順便吃點餐桌上的剩肉。老闆看到也不敢說什麼。下班後他來到海鮮市場，這又要幹啥呢？只見他選了一條魚，簡單處理了一下，抱起來就啃，不一會整條魚只剩下了骨頭。但這樣生吃真的健康嗎？大家帶他來到醫院，結果在腸道裡竟然發現了一條長達1米的絛蟲，醫生及時為他進行了驅蟲，還告誡他為了健康不能繼續生吃了，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。整條街只有這棵樹，每天早上都會劇烈晃動，鳥都不敢在此停留。往下一看，才發現有個大叔在瘋狂地拿頭撞樹，哐哐1分鐘就要撞60次，都撞出血了。大叔卻說這樣對身體好，腦袋鍛鍊完，肩膀也不能少，拿出藥膏隨便塗一塗就好了。這樣真的不會痛嗎？大叔輕蔑一笑，說自己已經鍛鍊5年了，還讓記者摸摸看，果然已經練就出了厚厚的老繭。大叔還一臉傲嬌，勸大家不要模仿，否則很可能腦袋開花哦。這條街上的店主都說，每天都能看到大叔撞樹，就沒見過額頭不流血的時候。不過呢，還是心疼這棵樹多一點。大叔看起來一身的暴力，工作起來卻非常安靜，為啥會選擇這種奇葩的鍛鍊方式？大叔表示自己以前是拳擊手，因為比賽打得不好，根本賺不到什麼錢，為了養家糊口，他脫下拳擊手套，拿上錘子，成了一個修鞋的。由於攤位所在區域治安很差，經常發生一些打架鬥毆的事件，為了防止別人找自己麻煩，他決心變成一個狠人，讓別人都知道自己不好惹，所以就開始了這種奇葩的鍛鍊方式。節目組決定給大叔一個驚喜，帶他來到拳擊館，面對久違的沙袋，大叔躍躍欲試，熟練地纏上繃帶，和陪練一陣切磋。畢竟久疏戰場，看得出來力不從心，但大叔還是很開心，這是自己的夢想啊。大媽剛從銀行取了錢，卻故意丟在了板凳上，把錢還給他，他直接把錢丟進了下水道，接着放聲大笑。看到有鏡頭在拍他，大媽神色慌張地跑開了。走訪一圈才知道，這大媽的反常行為還不止這些。附近菜市場的商販都收到過大媽送的錢，每天送2萬韓元，丟下錢就走，從不說話，真的是奇怪呀。大家在市場安裝監控，經過漫長等待，大媽終於出現了。大家偷偷跟蹤她來到銀行，只見她取完錢又隨手送給了一旁的老太太。出門後又開始給路邊的小販發錢，一出手就是3萬韓元。大家繼續跟蹤，發現大媽的迷惑行為還在繼續。在買了幾個漢堡後，她開始給身邊陌生人分享，剩下了一個，她一口沒吃，直接丟進了垃圾桶。這種種怪異舉止到底是為什麼呢？大家一路跟到了大媽家，才發現她家並不富裕，甚至還有點破。問她為啥要給別人錢，大媽卻一口否認，
大家拿出拍到的送錢視頻，大媽立馬改口，說自己是奉命辦事，是山神讓她這樣做的，然後又扯了一些有的沒的，越說越離譜，看起來精神不是很正常。另外大家還發現大媽財務狀況並不好，存折上也只有7萬多韓元，甚至水電費都沒付，生活本身就很困難。大家去社區街道走訪，街道辦事處的工作人員都知道大媽情況，想要幫助她都被拒絕了。節目組覺得有必要帶大媽去醫院看看了，結果一聽去醫院，大媽直接哭了起來，說自己必須要聽山神的話，否則就會受到懲罰，讓大家不要管她。看起來病得確實不輕啊。經過連續幾天勸說，大媽同意去醫院。和心理醫生交流過程中，大媽還是不斷的胡言亂語。醫生說這就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，同時還出現了幻覺，都是由於長期缺愛導致的。之前收到過錢的商販聽說大媽的情況後，都表示要把錢還給大媽，還要給她溫暖，讓大媽感受到被愛，趕快好起来，省流。大媽得了精神分裂症，她要挑戰2天內用肚子孵化鴨蛋，沒想到比生孩子還繁瑣。但看到小鴨子的那一刻，感覺一切都值了。廢話少說，挑戰開始。孵化鴨蛋呢需要37度，他測了下體溫，37.5度非常適合，再加上自己經常出汗，溫度和濕度都比较適宜。接着呢就要做個孵蛋器，用來把鴨蛋固定在肚皮上。他找來一堆工具，忙活了半天，終於做好了便携式孵化器。現在呢就缺鴨蛋了，只能去找鴨子借一顆。這顆呢看着還不錯，就它了。把蛋塞進孵化器，貼到肚皮上，孵化呢就開始了。孵蛋過程呢要持續不斷，所以呢睡覺也要帶着孵化器，時不時就要掀開衣服檢查一下，還要把鴨蛋翻個面，防止緊靠肚子的那一面烤熟。即使去超市也要帶着孵化器，每過1小時就要翻一下，只有洗澡的時候才會臨時放下10分鐘。就這樣過了2天，他被打臉了。掏出鴨蛋放在燈光下照射，裡面呢看不出有任何變化，沒有任何生命跡象。他開始懷疑這顆蛋是不是已經壞了。查閱資料後才知道，鴨蛋呢通常需要28天才能孵化，那現在只能繼續孵化。就這樣來到了第3天，再次放在燈光下照射，發現裡面竟然出現了一個小黑斑，看起來胚胎已經開始發育了。他欣喜若狂，馬上呢就要當爸爸了，想想呢還有點小激動。來到了第7天，可以明顯的看到小鴨子已經開始動了。終於來到了第28天，也就到了預產期，鴨蛋裡面已經空了一部分，但小鴨子還是遲遲沒有破殼，他有點着急了。緊接着來到第29天，睡着覺就感覺肚子有東西在動，掀開一看，鴨蛋已經破了一個小洞，還聽到了小鴨子的叫聲。現在呢他無心睡眠，時刻關注小鴨子的動態。又過了幾個小時，蛋殼破得越來越大，小鴨子已經迫不及待的要出来了。他對着小鴨子吹氣，終於雖然呢和自己長得一點都不像，但他還是很開心。接着呢就要開始給他準備食物了。蒼蠅富含蛋白質，這就是最佳食物。小心翼翼掏出小鴨子，但他好像並不知道如何進食。把蒼蠅放在水裡，小鴨子試探了幾下，也沒有成功吃到嘴裡。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，終於學會了吃飯，還越來越熟練。很快呢就把盤子裡的蒼蠅都吃掉了。吃完飯的小鴨子精力充沛，雖然還站不穩，卻想着到處溜達。但老父親又愁壞了，給他取個什麼名字好呢？他全身沒有骨頭，把頭固定住，甚至可以旋轉360度，直接嚇傻了圍觀群眾。不僅如此，手腕也可以360度轉動，手指都能做出反人類的動作。2隻手合在一起，很輕鬆的就能把手背掰到後面。工作人員嘗試了一下，差點沒骨折。他連腳後跟都能翻轉到前面，離遠了看，差點分不清前後。高難度的瑜伽動作也不在話下，身體極度扭曲，即使連專業的瑜伽教練看到，都被嚇了一跳。他們說從來沒見過這麼柔軟的人，他還教給瑜伽教練一個動作，結果教練根本做不到這就很尷尬了。他的絕活還不止這些，舌頭都能吐出一朵花，而且想要幾個花瓣就可以捲出幾個，最多能捲出8個花瓣。肚子也可以隨意折疊，反手拿東西也是易如反掌，肩胛骨都好像翅膀一樣，全身上下都非常的柔軟，好像沒有骨頭的軟體動物，真的是一個奇男子啊。他的頭和手長在了一起，連續40年用手撐着睡覺，就算強行把手拿開，但很快又會自己撐起來。雖然睡覺過程中頭會不停的搖晃，但就是不會掉下來，就算翻個身也很快用另一隻撐起來，就很神奇。節目組懷疑他裝睡，但老婆說他40年來都是這樣的，這麼睡40年胳膊真的沒事嗎？只見大叔幹起活來一點都不含糊，端起100斤的水桶都輕輕鬆鬆。大叔還說這種睡眠姿勢不僅手不會麻，還睡得更香了，甚至還救過他的命。這又是為啥呢？他說之前家裡闖進
廳一個小偷，小偷看到他的奇葩姿勢，還以為是睡夢羅漢，直接就嚇跑了。附近鄰居家都被偷了，唯獨他家沒有丟失任何東西。後來鄰居都學他這樣睡覺，他根本堅持不了5分鐘。那他為啥會有這種迷惑行為呢？大叔說自己從18歲開始就這樣睡覺了。原來啊，40年前經常有人在他家果園偷蘋果，輪到他守夜的時候啊，實在太困了，想要睡一會兒，但地板很硬，也沒有枕頭。他突發奇想，用手把頭撐起來，沒想到睡得非常舒服，甚至打起了呼嚕。從那之後就形成了習慣。但是這樣真的健康嗎？來到醫院一番檢查下來，醫生說他患有間歇性的呼吸障礙，奇葩睡姿讓舌頭阻塞了呼吸道，所以有時在睡眠中會無意識的呼吸暫停。為了健康，必須要改掉這種睡眠方式。最後大叔也表示不再當睡夢羅漢了。和大叔有類似愛好的還有下面這個男人，他睡覺必須要抬腿，還說這樣舒服，周圍人都不相信，覺得他在裝睡。但3個小時過後，大叔就這樣一直抬着腿，看起來好像不是裝的。節目組做了個測驗，讓5個人同時抬腿，不到1分鐘，有人已經在發抖了。5分鐘後，所有人都敗下陣來，唯獨大叔的腿還在懸空。走近一看，人家已經睡着了，即使在家裡，那也要抬着腿，被子都被他撐了起來。監控也顯示大叔整夜都抬着腿，他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迷惑行為？節目組帶大叔來到醫院，經過長時間的檢查，醫生說大叔的腿沒有任何問題啊。聽到這話，大叔開心了，不用刻意的改變自己了。半夜去廁所，馬桶裡總會出現沒有沖的尿，但主人每次上完廁所都會隨手沖馬桶，而且家裡就他一個人，這就很詭異了。房子呢還是租的，才住進來半年而已，當時的租金還很便宜，證家裡真的有別的東西。主人現在怕得很，半夜都不敢上廁所，只能憋到天亮。天亮後來到廁所，又出現了沒有沖的尿，看尿的顏色，這東西啊還有點上火。主人決定豁出去了，在廁所安裝了監控，終於找到了罪魁禍首，竟然是他家的貓。貓难道會上廁所？主人說等他上廁所你就知道了。等了好久，貓咪都沒有要上廁所的意思。倒是主人來了尿意，剛來到廁所，貓咪就跟了過來，直接跳上了馬桶，像人一樣蹲在那裡開始釋放，表情十分嚴肅。主人還說自己從來沒有訓練過它，那它為啥會在馬桶上廁所？專家說貓喜歡模仿主人的行為，如果你們關係很好，貓會表現得像人一樣，以此來得到更多喜愛。這樣一來就說得通了，小貓就是主人收養的流浪貓，之前主人上廁所，貓就會蹲在廁所裡仔細觀察，現在呢，如果廁所門關了，貓還會叫個不停。為了方便它上廁所，主人決定以後就不關廁所門了，如果它能出馬桶的話就更好了。无独有偶，下面這件靈異事件也和貓有關。這個健身器材會自己運動，周圍沒有人，也沒有一絲風，它卻持續擺動了30分鐘，仿佛有人在上面鍛鍊一樣。旁邊還經常出現一隻黑貓，黑貓死死地盯着健身器材，器材一動，黑貓就叫，看起來非常瘆人。詭異的現象一直持續到清晨，雖然漫步機已經停止了擺動，但手臂健身器又開始自己轉圈，周圍依舊沒人，也沒風。工作人員壯着膽子來到旁邊，突然就感到一陣寒意襲來，健身器依然我行我素，轉個不停。很明顯啊，這鬼不怕生。有個工作人員不信邪，直接站上器材運動起來，一切都很正常。等他下來後，器材竟然持續擺動了1小時，難道一切都是因為慣性的原因？之前的小姐姐半信半疑的站上器材，運動起來真的好絲滑。節目組又把手臂健身器做了個對比，用相同力氣轉動健身器，這個問題器材比其他的整整多轉了半個小時。這時公園的管理員大爺來了，說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，這是前幾天新安裝的，塗抹了過量的潤滑油，所以比較絲滑，只要輕輕一晃就可以持續擺動很久，並不是什麼超自然現象。健身器材很可能就是這只黑貓晃動的，這個問題算是解決了。然而下面這家發生的事就多少有點詭異了。他在牆上不能掛任何小孩的照片，只要一掛上就會被牆壁震掉，就好像裡面有人在敲牆。每過5分鐘，牆裡還會發出奇怪的聲音，小孩每天都會被嚇哭。最近還變得越來越離譜，不僅牆會響，地板也開始震動，尤其到了晚上，聲音更誇張，弄得一家人都無法睡覺，甚至到了只有吃藥才能睡覺的地步。主人說已經有3年沒能好好睡覺了，他們把家裡能發出聲音的設備都拆了，聲音依然沒有停止。奇怪的是，鄰居家卻從來沒有聽過這種聲音，鄰居懷疑會不會牆裡藏了什麼東西。工作人員趴在牆上等待聲音出現。뭐야 이거 뭐야? 聲音遠比想象的大，節目組猜測會不會是建築工地的聲音，但他家附近並沒有施工現場，鍋爐和水箱也檢查過，沒有任何問題。就在這時，專家發現樓下的水表管道有問題，一旦過水，水管就會震動。專家關閉了水管，果然聲音都沒再出現。接着再次打開水管，聲音再次出現。專家解釋說，聲音就是水壓造成的，水壓衝擊使得管道震動，然後又引起了牆壁震動，進而產生了聲音。隨後改裝了管道，一切恢復了正常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這是一棵會生錢的樹，每天都能在樹下找到1枚硬幣。
這些就是最近收集到的硬幣，很奇怪，都是50的。店主說2個月前打掃衛生时，在店門口的樹下意外发现的，之後每天都会出現1枚硬幣，他也不敢用，只是把硬幣收集起來。對於這種現象，有人說柿子樹果實累累，象徵着家族興旺，可能是有人對着樹許願丟的硬幣，這種說法還是挺靠譜的，畢竟我們這邊也有許願丟硬幣的做法。奇怪的是，附近其他柿子樹下面卻找不到任何硬幣，只有他店門口的樹會這樣，這就有點詭異了。店主很焦慮，這是有人在對自己下蠱施法嗎？節目組安裝了攝像頭，想要找到丟硬幣的人。經過漫長的等待，一位可疑的大媽出現了，她不經意地路過柿子樹，隨手朝樹下丟了一個東西。節目組迅速出擊，面對質疑，她卻說什麼硬幣不硬幣的，我丟的是一片樹葉。原來大媽喜歡聞樹葉的味道，時間一長，樹葉的味道就淡了，自己就隨手丟了而已。看起來好像真的不是這位大媽。節目組決定繼續觀察，一直到深夜都沒有出現可疑人物。第二天早上7點起床到樹下一看，再次發現了硬幣。節目組趕緊調監控，發現了一個行為可疑的大媽。她在早上5點的時候有目的的朝樹下丟了一個東西，隨後匆匆離開。店主看到這一幕講話了，原來這個大媽是收廢品的，每天都會來店裡收廢紙箱。為了確定丟硬幣的是不是她，店主在1枚硬幣上做了記號。沒一會兒，大媽又來收廢品了，隨後在店裡買了1杯咖啡。店主把帶記號的硬幣找給了她，大媽剛出門就把硬幣丟在了樹下。隨後店主找到硬幣確認了，一直丟硬幣的人就是廢品大媽。節目組趕緊追了上去，大媽也承認了，丟硬幣的就是自己。至於為什麼一直這樣做，大媽說店主每天都會把廢紙箱給自己，而且還不要錢。為了感謝店主，又怕店主不接受，才會偷偷的把硬幣丟在樹下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個溫暖感人的靈異事件。大媽最後也向店主解釋了一切，和廢品大媽一樣。下面這位大媽也有反常行為，大媽交不起水電費，卻每天給陌生商販送錢，每人大約給2萬，而且還不買東西，不要的話她會把錢丟進下水道。市場裡的商販都無緣無故收到過，就連街頭賣菜的大爺大媽也收到過。這種奇怪的行為每天都會上演，而且最近金額也在變大，有人竟然一次收到了17萬。大媽送錢也從不廢話，丟下錢就走，假如一天要發10萬，1年就是3600萬。有人認為大媽可能中了彩票，然後想做善事回報社會，不然普通人根本沒這麼多錢。節目組在他經常發錢的路口安裝了攝像機，經過漫長的等待，一個拉着購物車穿紅色衣服的女人出現了。她先來到銀行取錢，取完錢隨手把一些錢送給了旁邊坐着的老太太。老太太說真的奇怪，我都不認識她啊。大媽剛離開銀行就開始給路邊的小販發錢，發完繼續去下一個地方。節目組追上大媽想了解下情況，大媽發現了攝像機，拉着購物車就溜了。大媽的迷惑行為還在繼續，買了幾個漢堡後給旁邊的人分了幾個，路邊樹底下丟一個，剩下的直接丟進了垃圾桶，這多少就有點浪費啊。經過長時間的溝通，大媽同意讓節目組跟她回家。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樣，她家裡很破，而且家裡只有大媽一人，那她為什麼要給別人送錢？大媽卻一口否認，說自己沒有給別人送過錢。交不起水電費的大媽每天卻給陌生人送錢，問她為什麼這樣做，大媽卻說自己沒有給陌生人送過錢。節目組說我們都拍下來了，就是你啊。大媽改口說自己是奉命辦事的，是大山守護神讓自己這麼做的。然後大媽又扯了一些有的沒的，越說越玄幻。節目組還發現她家一直沒有交水電費，大媽的存折上也只有幾萬塊，看起來生活本身就很困難了，根本不足以支撐她每天出去送錢。這時大媽又說自己把股票賣了，但看起來像是臨時編的謊話。第二天大媽又去了銀行，把剛取出來的15萬直接放在大廳的凳子上，誰想要誰要。節目組把錢收起來還給大媽，大媽突然哈哈大笑，直接把錢丟進了下水道。這種反常舉動，節目組覺得有必要帶大媽去看醫生了。街道辦事處的工作人員都知道大媽的情況，想要幫助她都被拒絕了。節目組想要說服大媽去醫院，還是被拒絕。接着大媽還哭了起來。經過連續幾天的勸說，大媽同意去醫院。一番交流過後，魏浩宇醫生認為大媽患有精神分裂症，同時還出現了幻覺，都是由於長期缺愛導致的。醫生建議大媽要敞開心扉，分享自己的感受。街道辦事處表示會幫助大媽，給她溫暖，讓大媽感受到被愛。曾經收到大媽錢的商販也表示會把錢還給大媽，希望她能好起來。至於她的錢到底哪裡來的，節目中也沒說明白。就這樣吧，如果現實中遇到這種送錢的人，你們一定不要大驚小怪的，請叫上我，謝謝。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大姐上廁所從來不用紙，必須用紙的話就要把用完的紙留着，下次繼續用。用完的衛生棉也要洗接着用。為了省水，馬桶要攒1天，睡覺前才會沖1次。28年來沒買過一件衣服，短褲都是30年前趁降價買的，鬆緊帶已經沒有彈性了，沒關係，用夾子夾上照樣穿。襪子都穿到脫絲了，變成了薄薄一層。短袖從小穿到大，上面全是洞。他還說希望再穿個20年。洗髮水也是各種免費試用裝。洗衣服用洗衣機就太費電了，直接把衣服泡在洗澡水裡，洗完澡順便就把衣服洗
洗了，我覺得這樣還是浪費，應該把洗澡水收集起來沖馬桶才對嘛。家用電器都是用優惠券兌換的，為了省下每月17元的燃氣費，他把家裡燃氣停了，只要花錢一切免談。很多人覺得這樣省錢完全沒必要，你再省也買不起房子啊。哎，人家買了市中心的房子，還還完了貸款，家具全是垃圾箱裡撿的，別人丟的瑜伽墊被他撿來當床。然而像他這樣節儉的人，卻準備請朋友來家裡做客，那自然要提前準備了。首先要打扮一下，剪個美美的髮型，剪刀還是上學時室友不要的，聽說有家店在清倉處理，他決定揮霍一次，看中了一件10塊錢的衣服，還想讓老闆再打個5折，接着掏出了一堆硬幣。老闆說，我這都打5折了，要不送給你吧。那太好了，我先把錢收起來。接下來就是給朋友準備晚餐了。只見他來到垃圾桶旁邊，好朋友要來家裡做客，他卻在垃圾桶裡找食物招待朋友。他特意來到高檔餐廳門口的垃圾桶，說這裡丟掉的食物品質好。在路人詫異的目光下，他開始採購了。哎，你看這不就有很多新鮮的葡萄嗎？還有西紅柿，做個西紅柿炒葡萄，哎，不錯。今天運氣也很好，還找到了一盒烤雞，看了一下生產日期，才過期6天而已，非常適合給朋友當主食。最後還找到一盒蛋糕，這下齊了，餐後甜點都有了。這時店主想要趕走他，他沒有感到一絲尷尬。他認為只要你把食物丟進垃圾桶，那就是公共財產了，自己就可以正大光明的撿。還說你們真是太浪費了，下次丟垃圾的時候能不能先給我打個電話？社交牛 C 症無疑了。他回家後一般都是拿出食物直接開灶，但這次是招待朋友，他決定包裝下擺個盤啥的，於是把撿來的食物全部倒進鍋裡攪拌一下，一份大鍋菜就做好了。還說希望朋友會喜歡他親手撿來的食物，朋友如期而至。他先給朋友介紹了自己從垃圾桶撿來的家具，自豪地說自己從來沒買過家具。朋友都聽傻了，露出了一副沒見過世面的樣子。但更讓他們傻眼的還在後面。晚餐時間到，大姐拿出了撿來的食物，好朋友來家裡做客，他卻把從垃圾桶撿來的食物端上了餐桌，朋友根本看不出來是什麼食材，小心翼翼嘗了一口，表情複雜，又嘗了一口，直搖頭。另一個朋友說，有那麼誇張嗎？一口下去一言難盡，問他食物從哪來的，大姐嘿嘿一笑，笑得朋友驚慌失措。啊，不會吧，這也是撿的。朋友頓時腸胃翻滾，衝進了廁所。大姐貼心地說，馬桶沒沖過，味兒可能有點大。這樣好了，朋友吐得更厲害了。這還沒完，大姐還要請朋友吃餐後甜點。朋友發現蛋糕已經被人咬過了一口，很明顯也是撿來的。礙於面子，還是決定嘗一嘗。確實不新鮮了。朋友打開冰箱找水喝，發現冰箱鋪了一層報紙。大姐解釋說，撿來的食物有的包裝比較髒，所以才鋪上了報紙。朋友一聽，那算了吧，我還是憋着回家喝吧。沒一會兒，朋友便離開了，以後估計不會再聯繫了。但我覺得大姐至少還挺坦誠的，其實她變得極度節儉也是有原因的。大姐說自己名牌大學畢業，本以為一輩子衣食無憂，沒想到後來竟然失業了，這讓她有了危機感，於是學會了省吃儉用的生存之道。據說每個月都能省下4000塊，房貸都還完了。現在我終於知道自己為啥沒買房子了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大叔瘋狂地用鐵錘敲自己，一天要敲1萬次，邊敲還邊笑，甚至腦袋也要敲，即使在店外都能聽到敲打的聲音。節目組驚呆了，這是一把貨真價實的鐵錘，難道不疼嗎？大叔輕蔑一笑，說我都做了5年了，還說正是鐵錘救了他的命，這又是為啥呢？他也不解釋啊，反而變本加厲，瘋狂地敲打肚子，都敲出了8塊腹肌，胸口再來上幾下，胳肢窩也不能少，說這是自己獨特的按摩方式啊！不僅如此，說錘子療法還能幫助減肥。工作人員嘗試了一下，差點敲骨折。大叔最後在臉上敲了幾下後，終於說出了這樣做的真正原因。原來啊，當年他得了很嚴重的頸椎病，有天痛到無法忍受，偶然拿起鐵錘敲打頸椎，沒想到頸椎一下他就不疼了，從此就走上了敲打自己的道路。但當他脫掉上衣，脊椎都被他敲得通紅，長了厚厚的老繭。他真的健康嗎？節目組帶他來醫院，大叔還在醫生面前展示了錘子療法，醫生看得一愣一愣的。一番檢查下來，醫生說他的頸椎問題仍然存在，建議大叔立即停止錘子療法，不然很有可能得關節炎。聽了醫生的話，大叔回家就把鐵錘換成了按摩儀。和大叔有相同愛好的還有下面這個男人，他在零下20度的氣溫下瘋狂的用鐵錘敲肚子，1分鐘要敲80次，肚子都敲紅了。他卻說自己在鍛鍊身體，還讓工作人員往他肚子上敲，敲完肚子又打了一套太極拳。完事後拿出一瓶白醋，倒了滿滿一杯，一飲而盡。這種迷惑行為真的是奇怪啊！回家後拿出冰凍的蘋果，直接用手指劈開吃，還說手切的好吃。我信你個鬼啊！有區別嗎？更奇葩的是，他是個專業的鋼琴老師，彈了一首好鋼琴，還給節目組展示了一段，看着完全就是2個人啊！為什麼會有這麼奇葩的組合？這時大叔說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來他患有小兒麻痹症，從小就被朋友孤立，這讓他很自卑。直到有一次自己單手劈斷了一個木棍，小夥伴都驚呆了，這讓他找到了自信，從此就這樣開始奇葩的運動了。至於鍛鍊完要喝醋，他說自
之前經常咳嗽，喝了醋就不咳嗽了，就很神奇。但這種鍛鍊方式真的健康嗎？節目組帶他來醫院，當着醫生的面展示了自己的鍛鍊方式，醫生也看呆了。一番檢查過後，醫生發現他的腸胃有一定程度的損傷，要立即停止這種危險行為，不然有可能會導致內出血。最後大叔也表示自己會慢慢改掉這種不好的鍛鍊方式。然而下面這個大叔對自己更狠，他把10厘米長的釘子敲進了膝蓋，接着用拔罐器對着傷口抽血，很快就抽出來一管血。就這種迷惑行為，他每天都要做10次，已經做了10年。他還說是為了健康，下班了抽一管，睡覺前也要抽一管。最急的人是他老婆啊，怕他抽死了，說他有一次放血過多都站不起来了，為此還在家休養了3個月，而他自己卻說正是釘子救了他的命。他到底經歷了什麼？再後來他做得越來越極端，甚至往頭上釘子，這也導致他大量脫髮。他卻說感覺自己年輕了20歲，還認為是放血帶來的，真的奇怪。原來大叔患有嚴重的抑鬱症，吃過很多的藥。再後來呢，他認為自己體內有藥物殘留，認為自己的血不乾淨，才想着用拔罐器抽血。經過一番勸說，他同意去醫院檢查。醫生看到都震驚了，說他的想法和方式完全是錯的。不僅如此，如果釘子損傷了神經，都有可能導致癱瘓。最關鍵的，他根本就沒有病，身體沒病的話，那8成就是心理問題了。精神科醫生對他進行了心理測試，醫生說他把心理問題當成了身體問題，錯誤的通過放血來自救，還試圖讓這種行為合理化。在醫生的建議下，他終於意識到了自己的危險行為，回家後就把拔罐器都砸碎了，生活步入了正軌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赏。他家客廳成了墓地，每天早上都會出現上萬隻死掉的蜜蜂，蜜蜂屍體能裝滿3個垃圾桶。然而更多的蜜蜂還在源源不斷的湧進來就算把紗窗打開，蜜蜂也不走，好像屋裡有什麼東西吸引着它。主人也是慘啊，被蜜蜂圍攻，蛰得滿頭大包一到晚上更誇張，整個天花板都會震動，還會傳出一種怪聲沒辦法，晚上只能睡在臥室的帳篷裡。然而鄰居家並沒有出現這種情況，附近呢也沒有養蜂場，那他們是從哪裡來的？為什麼偏偏選擇他家？他家是有什麼東西在吸引蜜蜂嗎？真的奇怪啊。第二天，節目組再次上門，主人說今天死掉的蜜蜂很少，工作人員敲了敲天花板，裡面也沒有發出嗡嗡的聲音，難道是一夜之間都死了？節目組用熱像儀也沒有檢測到任何溫度，決定打開天花板看看到底什麼情況，找來了專業養蜂人，一打開就發現一個碩大的蜂巢，蜜蜂也都活着，還發现客廳出現的蜜蜂都是通過電線孔鑽出來的。原來當蜂巢內部溫度過高時，蜜蜂會扇動翅膀來通風，就會出現嗡嗡的聲音。之所以現在蜜蜂安靜下來，是因為天氣降溫了，它們一年只能生產出1個蜂巢，現在有6個蜂巢，說明它們已經在天花板生活6年了。那沒什麼好說的，直接給蜜蜂搬家，最後還收穫了17公斤的蜂蜜。主人說這就算6年的房租費了。然而下面村莊發生了更離奇的事，每到凌晨1點，整個村子就會傳來龍的叫聲。村長說聲音是從半年前開始的，每到凌晨1點就會準時響起，一直持續到早晨不戴耳塞根本沒法睡覺，很多人受不了都搬走了。有村民認為是之前開山採石動了龍脈，而節目組卻認為是鍋爐的聲音，但村長說自己早就檢查過了，鍋爐一切正常。節目組繼續尋找聲音來源，這時一個類似的聲音傳來，來到屋內才發現是縫紉機的聲音，但聲音非常小。縫紉機表示這個鍋我不背，那難道是管道施工惹的禍？但施工队表示從來不會在凌晨施工。一時間關於聲音的說法越來越多，聽起來也越來越靈異。又來到了凌晨，節目組全體動員，在村中各個角落尋找聲音來源，還安裝了聲納設備來監控。不一會兒，聲音準時響起，大家都指向了同一個地方，正是鍋爐所在的位置。聲納設備也檢測出聲音就來自村長家的鍋爐。這就很尷尬了，村長還是不肯相信，明明自己檢查過的。鍋爐售後人員排查了半天，終於找到了問題所在，鍋爐上一個電磁閥產生了滑動，導致了這種不尋常的聲音。維修完畢，村民終於可以睡個好覺了。同樣在凌晨出現詭異聲音的還有下面這個公寓，每到凌晨4點，整個公寓就會傳來敲門聲，有時候是玻璃球掉地上的聲音。聲音是從5年前開始的，每天持續4個小時。聲音出現時，整個房間都有回聲，牆壁都會震動，很多人都無法安心睡覺，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神經衰弱。有人乾脆在外面租房住。物業也調查過原因，關閉了所有能產生噪音的設備，但最終聲音還是沒有停止，現在反而變本加厲，什麼奇怪的聲音都會出現。節目組在公寓不同位置都安裝了攝像頭。又來到凌晨4點，敲門聲再次響起，1小時過後又變成了玻璃球滾動的聲音，聲音竟然高達90分
分貝。要知道啊，地鐵站聲音也才81分貝。工作人員發現用鐵錘摩擦瓷磚產生的聲音和玻璃球掉落的聲音很像，懷疑是有人故意這樣做的。節目組在其他樓層安裝了更多的攝像頭，想要找到這個人。接下來就是等待聲音的出現，但是一晚過去了，完全沒有出現任何聲音，連續幾天聲音都沒再出現。其實已經沒必要再調查了，很明顯了，惡作劇的人就在公寓裡，至於是誰就不好說了。1個月後，節目組做了個回訪，物業表示，自從節目組採訪過後，聲音就沒再出現過，大家都能安心睡覺了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赏。大叔每天咬着一雙筷子睡覺，還要在枕邊準備一雙臭襪子，不這樣做的話就會遭到鄰居投訴，因為每到深夜，這座公寓就會傳來怪異的聲音，聽起來像青蛙在叫，又像是什麼東西在樓梯上跳，這讓公寓住戶都苦不堪言。大家循声來到一位住戶家裡，只見声音越來越大，打開燈後，看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。這聲音原來是大叔在磨牙，磨的那叫一個響，嘴角還不停抽搐。大叔說自己磨牙已經20年了，牙都磨掉了半顆，以至於現在都無法咀嚼食物。妻子因为受不了这事，跟他離了婚。看着自己磨牙的錄像，大叔表情凝重，沒想到自己磨得那麼深，磨得那麼認真。朋友們也嘗試幫他解決，等他磨牙的時候，脫掉襪子塞他嘴裡，還會讓他叼着一雙筷子入睡，但都無濟於事，磨牙反而越來越嚴重。也去過很多醫院，結果把一個房間的嗜睡症患者都整失眠了。大叔也覺得很不好意思，大家又帶他來到大醫院，醫生都說從沒見過這麼嚴重的磨牙患者，牙神經都快暴露出來了。隨後檢測他磨牙時的各項身體機能，醫生發現在他睡覺時，舌頭滾動阻塞了呼吸道，所以他只能張嘴呼吸，這應該就是他磨牙的原因。最後經過治療，大叔總算是改掉了磨牙的習慣。大媽來買香蕉，商販卻覺得他有病，只見他拿香蕉在褲子上蹭2下，直接帶皮一起吃，這把商販看得目瞪口呆，問他為啥要吃香蕉皮，他也不解釋，覺得香蕉皮不過癮，直接吃起了生板栗，看樣子味道也不錯，2口就能吃下一個。賣了這麼多年水果，商販哪見過這個，直接送給他了一些。回家後他就把帶皮的水果挨個洗乾淨，獼猴桃帶皮吃，這個我還能接受，橘子他也帶皮吃，哈密瓜也是，但更誇張的是連雞蛋都帶殼吃，這我就接受不了了。閨蜜都很擔心她，叫她來吃頓好的改善一下，沒想到放着一桌子美食不吃，大媽卻吃起了閨蜜吃剩的蟹殼，邊吃還邊嫌棄，說螃蟹還是生的好吃，吃的不過癮。接着又把閨蜜吃剩的魚骨頭用蘇子葉包起來，幾口就吃了下去。不得不說大媽嘴是真硬，到目前為止帶皮的東西沒有什麼是大媽不能吃的，那她到底為啥要吃皮呢？大媽舔了舔嘴唇說，真的很好吃哎，又有營養，這樣吃了10多年了，身體也確實很健康，也沒有什麼消化道問題，但醫生還是建議大媽少吃，不然很可能會損傷腸道，一定要吃的話最好中午吃。大媽在門上裝了4把鎖，還把電飯鍋放在衣櫥裡，這麼安全的家她卻不住，整天推着嬰兒車睡在公共廁所，嬰兒車被嚴嚴實實包了起來，裡面還時不時發出怪聲，關鍵這大媽也沒孩子，問她裡面是什麼，大媽一句話沒說，轉身快速離開了。等再次遇到她，大媽正在吃貓罐頭，還往嬰兒車裡放了一點，突然裡面就伸出一隻毛茸茸的小手，這才看清楚，原來裡面還有一隻貓。夜幕降臨，大媽就來到公共廁所準備睡覺，為啥有家不回，天天露宿街頭呢？溝通了好長時間，大媽終於講話了，說就算在外面凍死也不敢回去，家裡那個怪東西一直跟着她，還一直偷自己的東西，家裡到底有什麼讓她如此恐懼呢？大家提議跟她一起回家看看，畢竟人多勢眾，大媽同意了。來到門口，大家就隱隱感覺家裡確實不簡單，大門被她裝了4把鎖，挨個打開一看，裡面還有一扇防盜門，上面還有2把鎖。剛進來，大媽就趕緊用櫃子擋住了門，屋裡窗簾緊閉，沒有一絲光亮。她甚至把電飯煲放在了衣櫥裡，說是怕有人偷，但真的有小偷嗎？在大媽的同意下，大家安裝了攝像機，看能不能抓到她說的那個怪東西。一夜過去了，沒發現小偷，卻發現了大媽的反常行為，整夜不睡覺，在屋裡來回走動，還時不時跪在地上做着奇怪的動作。白天大家問她為啥不睡覺，她指了指天花板，說那個怪東西就躲在天花板上，整夜嘲笑她。聽到這裡，大家就知道怎麼回事了，8成又是心理問題。在當地相關機構的幫助下，大家說服她接受治療。一番交流下來，醫生說大媽患有精神分裂症和妄想症，會時不時出現幻聽，應該是由於父母過世對她打擊過大導致的，只要治療得當，還是能好起來的。最後大媽也意識到了自己的問題，說會好好配合治療，幾個月後再見到她，精神面貌已遠超過去，成為了一個正常人。大叔天天擦玻璃，卻怎麼都擦不乾淨，也不是愛乾淨，是因為最近換了窗戶後，玻璃上就憑空出現了一個奇怪紋路，紋路非常清晰，看着就像一個巨大的指紋，怎麼擦都擦不掉。即使換了窗戶，這指紋仍會重新出現，因為大叔的房子在深山裡，難不成真的有什麼不明生物偷偷留下的嗎？裝個監控看看吧。一夜過去了，怪物沒出現，卻出現了更怪的事，指紋憑空消失了。大叔卻並不驚訝，說之前也發生過這種情況，只要是晴天，指紋就會消失，反之陰天指紋就會很明顯。
大叔說再等等吧。來到傍晚，這指紋果然準時出現。有人懷疑是傍晚室內外溫差變大，從而在玻璃上出现的冷凝现象，但这東西根本擦不掉，而且只出现在這一塊窗戶上，所以不可能是冷凝現象。那現在怎麼辦呢？大家去找賣家諮詢，賣家說了一些有的沒的，一副不耐煩的表情。最後說可能是廠家用吸盤搬運玻璃中留下的痕跡。大家又來到玻璃廠家，果然就看到了這種搬運玻璃的專用吸盤。吸盤也確實會在玻璃上留下痕跡，但這種痕跡是能擦掉的，跟大叔家的根本不一樣。就在大家一籌莫展之際，瑕疵品玻璃的存放方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上面出現的紋路和家裡指紋不能說是很像，只能說是一模一樣。廠長解釋說，剛生產出來的玻璃很熱，需要在下面墊上一層厚厚的油脂。大家隱隱感覺這層油脂可能就是謎團的關鍵。帶着油脂找到專家，專家分析半天，又說了一大堆我聽不懂的。總之結論就是玻璃上的紋路還真是油脂印上去的。剛開始紋路還是能擦掉的，但一些瑕疵品玻璃在露天環境中存放時間一長，這紋路就會深深印在玻璃上，是很難擦掉的。工廠為了利益最大化，會把這種超大的瑕疵品玻璃做成小一點的窗戶玻璃。恰巧大叔買的窗戶玻璃就是用這種瑕疵品做的，於是就出現了這種怪現象。至於這紋路在晴天時消失，是由於溫度升高導致的。知道了怎麼回事，這下不用再換玻璃了。他給自家小香豬帶上計步器，又裝了個節食背帶，準備給豬減肥。這隻小香豬幾個月就長到了180斤，兩個男人都抱不起來，肚子都快碰到地板了，還長出了3下巴。本來是個迷你豬，結果現在一對比，主人變得很迷你。有次主人想要抱一下，就閃到了腰，實在沒辦法了，主人帶他來到廢品站，用這裡的臂膀來稱重，整整180斤。這還是迷你小香豬嗎？不是說好的長不大嗎？想到當時賣家承諾的假一賠十，主人聯繫賣家售後，賣家表示可以賠10倍。首先把貨退回來，我們重新給你發10隻小豬仔。主人一想，不對啊，我這不就成養豬的了嗎？畢竟養了這麼長時間，都有感情了。主人決定給他減肥，帶上計步器，一塊行走的五花肉上線了。剛走了2步，他就躺下了。本以為他至少能走30分鐘，結果他要休息30分鐘。看來運動不適合，只能讓他少吃點了，用食物引誘他運動。結果主人卻累瘦了。最後主人想到了一個絕招，給他制作了一個節食背帶，前面吊上一根他最愛的胡蘿蔔。你別說，效果不錯，他走路積極多了。幾天後再次上稱，減肥效果十分顯著，整整減掉了半斤，而且很可能是上稱前那坨便便的重量。用儀器一測，他的體脂率超過了85%。醫生擦了擦口水，說這種豬吃起來很香，而不是這豬是很難減肥成功的。但主人並沒有放棄，表示會一直陪他減肥，希望他能變回迷你豬。大媽用膠帶把天花板的燈都封了起來，又在客廳放了4台空氣淨化器，24小時開着，說是為了保密。因為他家天花板一直飄來一股惡臭，聞着像腐屍的味道，把天花板上的孔洞封死後，臭味反而越來越大，連廚房上面也傳來了惡臭。不過最臭的還要數臥室，一開門惡臭撲鼻而來。丈夫對於這種氣味表示還好，因為他有鼻炎聞不到，但這可苦了大媽了，經常被熏得睡不着，不得已裝上了4台淨化器，但並沒什麼效果。天一亮他就出門，家裡一刻都待不下去。為了搞清楚怎麼一回事，專家用設備分別檢測了天花板和廚房，數值都很正常。隨後來到臥室，瞬間數值爆表，越靠近化妝台數值越大。化妝台上的一個小盒子引起了專家的注意。大媽說這是保濕霜，已經很久沒用過了。擰開蓋子，一股惡臭襲來，差點把專家送走。用儀器測了一下，數值超過了34。要知道下水道的氣味也才20左右。仔細一看，原來這保濕霜早就過期變質了。家裡的惡臭就是從保濕霜裡飄出來的。因為一直開着臥室的窗戶，臭味就被吹得滿屋都是，讓他誤以為是天花板上傳來的。大媽只是在家種了一個盆栽，卻引得植物專家紛紛上門參觀。只因這盆栽實在不一般，一夜就能長高20厘米，10多天就長到了3米。大家架起攝像機對着植物頂端，一夜過去了，植物肉眼可見的瘋狂生長。據大媽介紹，這盆栽大有來頭。前段時間她做了個手術，出院後就遇到了一個怪和尚，什麼都沒說，就把這植物送給了她。說來也是奇怪，自從這植物來到家裡，大媽身體也在一天天好轉。大媽覺得這一切都是盆栽帶來的，認為她肯定是被高僧加持過。從那時起，大媽每天精心照料，澆水都用山泉水。剛開始她只是冒了一個小尖尖，沒想到10多天竟然瘋長到了3米。她現在就想知道這東西到底是啥。專家看到這景象也覺得不可思議，因為當地環境不利於它生長，長成這麼高非常罕見。說這是一種墨西哥植物，名叫龍舌蘭，這根長長的就是它的花茎，最終可能會在頂端開花。據說每30年才會開一次，而且環境要非常適合。但韓國的冬天太冷了，可能無法等到開花的那一刻。最後專家還說了一個殘酷真相，龍舌蘭一生只開一次，那就是一旦開花，也就意味着它的生命到頭了。大媽顯得很傷感，專家說可以採集到種子進行播種繁殖。大媽又恢復了笑容。1個月後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龍舌蘭真就開花了，豔麗的黃色花朵
看起來好像一把火炬，上面還泛着光，蜜蜂都被吸引来了，最终高度也達到了3.6米。全村男女老少齐聚一堂，都想來沾沾好運。据說龙舌蘭開花就能實現願望，众人紛纷點讚許願。